那你想2周就娶，不可能没有跟安柏林重叠到，他跟安其实也有一定的亲戚关系。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他的名字叫 Jane Seymour。1536年的时候，亨利的前2位皇后，一个是阿拉宫的凯瑟琳，她去世了，紧接着没多久，安柏林就被处死了嘛，柏林家族就这么轰然倒塌了，都铎王朝的年家，非常有这种感觉。自此以后，安柏林就被后人塑造成一个把英国推上宗教改革的不归路的一个小三。2周以后，Henry 8世他就再婚了嘛。他的对象是一位叫 Jane Seymour 的女性。从 Jane Seymour 开始，其实亨利8世的婚姻可以说是进入了快车道，因为他之后几任妻子维持的时间真的都不太长。本身也是因为他当时也已经40多岁了，在那个时候已经算是比较年老的人了。然而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之前说 The King's Great Matter 嘛，就是国王的大事，他的男性子嗣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实现。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女性吗？当时对他来说，他还是希望有一个男性子嗣的。Queen Mary 在官方应该算是第一个，但其实在 Queen Mary 之前有一个9日女王，但是那个9日女王呢，她继位实在是太短了，就没有正式被皇室承认说她是女王。也是一个蛮可怜的女孩，就16岁就被处死了。哇，天哪！所以真的王位继承真的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就坐上王位就等于已经半个脑袋放在断头台上了。是 Jane Seymour 她开场曲里面，因为你之前有问说这6个老婆里面 Henry 到底有没有真爱，到底有没有纯元这么一号人。Jane Seymour 呢，她在开场曲的自我介绍里面 Divorced, beheaded, died， 她是 died， 就说明她是没有被处死，但是她最后去世了。她说她是亨利唯一爱过的， He truly loved。 懂了，白月光。然后呢，她说我可能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如果说你再多看看我，她说你会 suddenly see more， 跟她的那个名字是谐音嘛，她叫 Seymour， 她说你可能会 see more。 她本人的那首 solo 可以说是跟这部剧最格格不入的一首。当其他的前妻们倾诉说我遭到多么大的不公的对待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在对 Henry 表达忠心，表达爱意。所以我当时听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怎么那么不讲队形但是到后来我又重新再看了几遍这个剧我觉得其实是合理的。不管他们表达什么，都是这6位女性尝试去表达自己的真心，再为自己去证明。她的这首歌从歌曲曲风上来说也好，从内容上来说也好，包括从情绪上来说也好，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作用。这首歌如果你去听你就发现其实它是最考验唱功的，它的音域跨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它几乎是整部曲里面唯一的一首很王道的一首抒情歌曲。你哪怕把它单独拿出来都是挺好听的一首歌。那这样说的话，其实凯瑟琳就是她的第1位皇后，凯瑟琳她是一个真心爱着亨瑞的人，并且她也跟亨瑞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起打过天下的，对吧？因为他们俩当时是一起同时登上那个位置。我不确定说她最早有没有爱上 Henry 但是我觉得6个人当中，凯瑟琳可能是唯一的，也可能是最有使命感的一个人。她自始至终都很认同自己作为联姻的公主的身份，她觉得我作为英国的王后，我要协助这位国王去帮他治理他的国家，并且我要给他生下男性继承人，并且就是作为他的妻子，我要陪伴他一直到最后，这个是他的使命感。但是很可惜，就是 Henry 不承认他的这种。Jane Seymour 虽然说他那个 Henry 在安柏林死了以后2周就娶了她，但是很显然他出现在 Henry 眼里肯定不是2个礼拜一朝一夕的这种事情嘛。其实他在阿拉宫的凯瑟琳时期，他就是晋升侍女之一，也就是说其实他在后宫待了好久了。然后他们家呢跟安柏林家出身一样，都是绅士。他们呢跟安柏林的舅舅家 Howard 家也是表亲。Howard 家有一个表亲嫁给了 Seymour 家，然后生下了 Jane， 所以说就他们3个家族其实都是有一些关系的。Jane Seymour 他不是进后宫很久了吗？他还有2个兄弟也在宫里面工作。我之前说的把安柏林推上去又把安柏林推下去的那个克伦威尔，跟他的2位哥哥其实也是认识了很久。我的个人感觉就是他们是不是觊觎柏林家的地位很久了，会不会觉得我们家族跟你们家族一样在宫里拼搏了那么久，但是为什么你们家就评了一位王后，就一下子荣华富贵都来了，我们家却还在默默的，就是3兄妹都在宫里面默默耕耘了那么久，还是没有达到你们当时的这个地位。
克伦威尔。嗯自从他把安柏林推上去又推下来以后，他其实这个时候在 Henry 心中的地位已经是可以取代最早的那个红衣主教 Thomas Wolsey， Thomas Wolsey 就是可以取代前一个 Thomas， 反正 Henry 身边都是 Thomas。他这个时候就又开始，国王身边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开始协助 Henry， 暗地里开始跟 Jane 有一些沟通交流，会跟他说，我们国王现在已经开始注意到你了，那你要学着点儿，你要像安柏林一样，你不能轻易的就接受他，不能成为他的情妇，而是你要慢慢的去朝着下一任王后的那个方向去走。就要个位置。是的，潜移默化的去给他做这些暗示，包括他也好，包括那个我之前有提过说那个哈沃的家族，其实他们两家是天主教，所以其实他们对安柏林从信仰上面来说，就对他有一种排斥感，合不来的那种感觉。如果说哈沃的家族当时也意识到他们的表亲 J.C. Moore 已经引起了 Henry 的注意，那不排除其实哈沃的家族在后面也作为一个幕后推手，在让 Seymour 取代安柏林这件事情上面是有做一些小动作的。对，大家都想巩固自己的地位。是的，是的，大家都发现安柏林其实现在已经有一点点失宠了。那下一位可以推谁上去？或许他们推上去的那个人就能给他们家族再增添一份荣华富贵。安柏林他把 Henry 推上了宗教改革的不归路，那他们可能是希望说 Jane 如果你上位的话，或许能把 Henry 从这个不归路上拉回来那么一点。但是呢，他们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可能他们是有一点看错 Jane Seymour 的为人。当时就是 Jane Seymour 被周围的人的评价，她其实不算很美，但是肤色很白皙，然后头发又是那种红发。安柏林当时大家对她的那个外貌的评价就是她肤色是偏深的那种，然后头发也是黑色的。性格上面呢，有什么说什么，就是非常直爽。可以说 Jane Seymour 跟安柏林几乎是非常强烈的一种对比，完全两种类型。Henry 当时也是觉得。对，就是觉得我需要从安柏林那边毕业，所以我找上了一个跟安柏林全然不同的一个女人，又白皙，头发发色又是红色的，然后呢性格上面呢又是温柔随和，很单纯无辜的那一种。那说到底还是甄嬛跟年世兰啊，两种类型的女性啊。反而是安柏林的出位让他才注意到了旁边可能有一点点不起眼的很温顺的那个 J.C. Moore。大概是在安死刑前3个月左右， Henry 才真正的开始跟 J.C. Moore 接触。安死刑的第2天他们就订婚了，2周不到他就结婚了。从 Jane 的角度来说，你想3个月3个月开始，可能周围的人才开始提醒我说，哎，你可能被 Henry 看上了，准备，或许你要成为下一任王后了。 Jane 可能也是有一些被动的，我觉得，而且她跟前2任王后比起来，她真的没有受过，她出身不高贵，而且她也没有像安柏林受过那么好的教育。另外有一点就是1536年其实发生3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Henry 他骑马比武的时候，他受了很重的伤，失去意识了，然后醒来以后，历史上可能会有一种言论说，这个是 Henry 性情大变的一个契机。当他娶 Jane 的那个时候，他人已经步入中年了，脾气已经是越来越差了。所以 Jane 上位的时候，相对前2任王后是收益是很小的，因为至少Henry 年轻的时候可能是英俊高大帅气的那种年轻国王，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中年发福，然后脾气又很坏，很傲慢很自大的那种国王了。Jane Seymour 一方面他个性使然，不会是那种很有野心的人，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他不是没有看到前2任王后的下场，所以他成为王后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就是说与其我拼尽全力去替在我身后推我的这些人实现他们的心愿，还不如我去向 Henry 付出我的真心，或许我还会活得好一点。我觉得他可能当时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每一任王后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标志，有自己的一个 badge 嘛。他在成为王后的时候，他选择了一个徽章，就是一个城堡，然后城堡上面盛开着红白色的玫瑰，然后从这个城堡顶端呢飞出了一只代表他 Jane Seymour 家族的一个凤凰的标志。他的那个座右铭他选的是 bound to obey and serve， 就很明显就是我是来顺从你，并且我是来服侍你的。飞出这个凤凰可能也是他表达了一种我希望能替都铎家族，因为都铎家族的那个标志不是红白玫瑰嘛，他可能是想说我希望能替都铎家族延续子嗣的这种意思。他其实在他的歌词里其实也说了，在我的儿子诞生以后我就死了。她不是难产，她是产后，因为当时的医学技术生产的条件都不是很好。她嫁给 Henry 以后很快就怀孕了，立刻就给 Henry 就生下了他期盼已久的男婴。
这个男婴就是爱德华六世，他就是 Henry 之后的下一任国王。他出生以后不到2周，Jane Seymour 就死了。然后据说 Jane Seymour 卧床这段期间，Henry 就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最后 Henry 也是他死之前，他要求说把我和 Jane 葬在一起。还有一点就是 Jane 死后呢 ，Henry 有整整2年没有结婚。有2年没有再娶王后，这些迹象就是让大家觉得可能 Henry 对 Jane Seymour 的感情是最真挚的。那毕竟他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嘛。但是我觉得一个是从他的这首歌里面去推敲，另外一个就是从 Jane Seymour 历史上的一些记录去推敲。其实 Jane Seymour 就像他歌词说的一样，就 stick around， 然后你可能会 see more， 因为他的存在感真的很弱。但是如果说你多去想想他身边的一些种种迹象，或许 Jane Seymour 不像大家想的只是一个很顺从、很单纯、很温顺的一个人，或许他其实有在做他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一个是他成为王后以后，因为当时宗教改革嘛，然后 Henry 他其实做了一件非常严厉的措施，就是拆除修道院。他给天主教的修道院灌了很多，虽然不能说是莫须有，但是也有很多过于夸张的一些罪名，比如说敛财啊，或者说鸡奸，反正就是特别不好的腐败的一些罪名。然后他就把这些修道院全都拆除了，不仅拆除，他还故意把一些遗迹留在那边，警示当时的老百姓说，你们看修道院就是这种下场，所以你们必须支持我的宗教改革。他的这些行为就引起了民愤，导致了当时声势很浩大的一个反抗运动，就叫求恩巡礼 Pilgrimage of Grace。这个反抗的队伍到了伦敦以后， Henry 呢，他把他们视作叛军嘛，他要处死这些人。当时其实 Jane Seymour 他是有替他们开口求情的，但是当时 Henry 回了 Jane Seymour 一句，他说你不会不记得我的前一任王后是什么下场吧。他当着很多人的面就对 Jane Seymour 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就可以看出 Jane 当时虽然她背负着一个要为 Henry 延续香火，或者说要为他生儿子的这么一个使命，后世也说可能 Henry 对他是最好的，但是在当时可能他的处境是一种伴君如伴虎的一种情形。他那首歌的标题叫 Heart of Stone 嘛，我一开始以为是说他心很硬吗还是什么，但是后来其实我看了歌词以后才明白，他是说我是心如磐石，就是哪怕你再怎么考验我，世事再怎么变迁，就是海枯石烂了，我的心还是会像磐石一样的坚定的站在你的身边，哪怕你是因为我给你生了儿子才会爱我的。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Jane 她作为王后在位的时候， Henry 的那个宫廷里面有画一张艺术价值也非常高，就画幅就是尺寸来说也非常大的一幅，而且是从创作题材上面来说也非常难得的一幅画，就是他们的全家福，就是 Henry 坐在当中。其实这个并不是写实的一幅画，因为当时爱德华六世才刚刚出生，还没有真正的长大，但是他那幅画里面画了，就是说他的身边坐着幼年时代的爱德华六世，另外一边坐着 Jane Seymour， 更远一点的左右边，一边是 Mary 公主，一边是伊丽莎白公主。这两个女孩其实已经被判定为是没有继承资格，相当于是婚姻之外的孩子，有一点点像私生子的那种感觉。他们俩能被画在这个画里面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也就是说有可能这个是当时西班牙大使其实也是有所记录的，就是说 Jane 在非常努力的去修复 Henry 和这两个女儿的关系，甚至有提出他好善良呀，他非常，我觉得 Jane 温和随和单纯，其实不仅仅是世人对他的评价，他可能真的是这么一个人。他对阿拉贡的凯瑟琳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好感在的，所以成为王后以后，他一直想要修复 Henry 和女儿尤其是 Mary 的关系，因为 Henry 和阿拉贡的凯瑟琳为了离婚这件事情其实纠结了很久，而且到最后 Mary 跟他的母亲也没有见上最后一面。Jane Seymour 是很希望 Henry 能跟自己的两个女儿重修旧好，他自己也在歌里面唱说，他说 Henry 你说我们是 perfect family， 当然不一定说 Henry 真的有说过这么一句话，但是我觉得他在六个王后当中的定位就是他把 Henry 又拉回了一种家庭的或者说是天伦之乐的气氛情绪里面，重新让 Henry 感觉到说好像作为一个国王能有家人在身边也是一件好事，而且他现在又给我生了一个儿子，儿女成双了，那我有那么多孩子承欢膝下可能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所以可能他下令去画了这一幅画，多多少少其实是有 Jane Seymour 的影响的。听你讲到现在，在前半段，就是在他入宫之前，我的感觉是他是一个纯粹的被他的家族、被男性、被整个权力所摆布的女性，就是她是被送进去，像是有任务的，像是一种安抚。
而他好像也因此非常就是他并不是软弱，但是他的确没有反抗的能力，所以他也就只能顺从的接受这一切。而当他进了皇宫，就是陪伴在亨利旁边的时候，而他的状态也是一个尽力努力扮演好这个角色。真的是做到了一个男性心目中的偏理想型的女性版。这种形象绝对是在大部分我们不讲现实情况，不讲这是历史故事，就是哪怕放到文艺作品里，放到电影电视剧里边，这样的女性形象都是无数男性所梦寐以求的。对，再加上 Henry 他对安柏林这种类型他已经疲倦了，他已经审美疲劳了，何况安柏林又没有给他生儿子，那你想 Jane Seymour 一嫁给他，立刻就给他诞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那真的诞下以后，对吧？诞下以后，而且他还死了， Henry 肯定就会觉得天哪，这个女性肯定是上帝派来安抚我受伤的心灵的。对，她完美的契合了我的所有需求，就包括血缘的这一块的一个延续。她又恰好还在两个人感情最浓烈的时候，她就这样走了，撒手人寰，留下的就是满满的一种遗憾和怀念不舍。那这个情绪的确加倍来的那就不要说了，真的是有那么一点点。白月光肯定是白月光的，就是说对，是有那么一丝丝纯元的影子，因为纯元当时也是难产而死，然后又是很典型的温柔的善解人意的，整个我只能说定位是架构吧来说，这俩是有那么一丝丝的小气和有那么一丝丝小相似的。这我觉得他的认知是很清晰的，他身后的那些幕后推手会希望说你去对 Henry 做一些说服他，或者说是去引导他的一些动作，但是我觉得他没有，反而是在 Henry 的家庭关系上，或者说是本身的一些为人上面，我觉得他可能对 Henry 有一些正面的一些影响，而不是说是在政绩或者在宗教的一些意见上面他去影响 Henry。 这一方面其实 Jane 他没有做错，要不然的话他可能就活得没有那么的好。当然他最后其实他确实多多少少是用自己的死吧，我觉得换来了在 Henry 心中更高的地位。那他这首歌真的是非常深情的，哪怕就是历史上面的 Jane Seymour 也没有那么的爱 Henry， 但他这首歌已经是那个全剧的一个中盘了嘛，就是中段了。前面两首歌不是又是很快节奏的，然后又是情绪上面是非常高扬的嘛。他这首歌其实是为全剧提供了一个是情绪上面的一个缓冲，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其实主创也是在提醒我们，就是说前两位女性可能她们代表了拒绝或者代表了挑战的一种勇气，她们象征的是女性的独立自主。那另外一些女性如果她们选择了去付出爱去贡献，我们也应该去尊重他们的选择，而不是一味的说对女性跟女性之间的分歧，每个人都应该有他自己的权利选择他想要的生活。如果是他决定了他要去这么做，其实我们也应该去尊重，作为女性去尊重我们的同胞，尊重我们的同性。对，所以我觉得 Jane Seymour 她在这部剧里面扮演的一个呼声，尊重付出，尊重贡献。我觉得这么一说，这个转折其实挺好的，对吧？我也觉得挺好的。他给了一个情绪，无论是从理性上还是感性上做了一个缓冲，而理性上做了一个稍微的清醒的唤醒。对，确实后来的节奏就跟前面不太一样了，之前是多多少少会带有一些愤怒在里面，或者带有一些愤愤不平在里面，但是后来就走向了另外一个基调。就是从你前面讲的那个故事，凯瑟琳跟那个安柏林，至少从他俩来说，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也非常能理解他们是愤怒的。接下来就到我们第4位皇后。不是我刚才说 Jane 她死了以后 Henry 2年都没有再娶嘛，可能多多少少是他是有感情，肯定是有遗憾的。如果 Jane 活得再久一点的话，或许他跟他女儿的关系会更好一些，或许他儿子也会活得更快乐一些。某种程度上来说了嘛，我只是拿《甄嬛传》做一个例子，如果罗老四对一个女性，如果他对一个妃子有所怀念，或有所想要补偿，那仅仅只是因为他愧疚，他曾经伤害过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认为他只是因为他有一些遗憾。你说愧疚这一点我倒是没有想过，我不知道 Henry 会不会对他有一些愧疚啊，这个想法还挺有趣的，我觉得。对，因为在剧里边，在《甄嬛传》里边有一个端妃跟年诗兰，他们是当时是罗老四还在王爷的情况之下就已经进府里了。皇帝罗老四和他妈就担心年妃以后如果产下了皇子，那么年家就有可能把握这个朝政。罗老四跟他妈就借了端妃的手，将一碗名义上是安胎药，但实际上是有红花送去给华妃喝。这个红花其实就是让华妃不孕不育的。然后在那之后，华妃因为恨端妃，她以为是端妃想害她，所以华妃也把一碗红花药灌给了端妃。那端妃当时到底知不知道呢？端妃其实不知情，但是在后面她知道了。所以重点就在于罗老四，因为他是借端妃的手去让年诗兰不孕不育，所以他对端妃有所愧疚。所以他叫端妃是因为他端了一碗药过去吗？好，那他不是2年都没有娶吗？
大家分析可能一方面他现在心愿完成了，他圆满了，他有儿子了，然后另一方面呢，他娶王后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一个正统的王后生下的一个继承人。那现在我有继承人了，他身边不缺女性，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就没有那么急了。但是这个不代表说他的大臣们不急，因为从立场上来说，英国在当时还是比较孤立的，他们还是需要盟友，因为经历了这个宗教改革以后，他们在欧洲大陆是需要盟友的。所以呢，就我刚才说的那个 Cromwell 克伦威尔，哪怕国王不急，他其实也是一直都在考虑要为英格兰找下一任王后。另外一方面啊，我是觉得国王身边、皇帝身边没有人了，我不得替我家族推一个人上去啊，所以肯定他身边的大臣肯定是急的，因为他们想要为自己找一个靠山。我觉得说到底，其实还是一个地位和权力的一个争夺。是的，没错。问题就在于 Henry 八世前3任老婆都挺惨的，其实可能我们传统的想法来说，你这个男的说不定克老婆，是不是？对，克妻。对，克妻的名声有一点名声在外，所以给他在英国本地找老婆就已经产生了一些困难。剧里面这个时候就来了一首特别跳脱的、特别脱离原剧风格的一首歌，就叫 House of Holbein。那为什么会把何拜因这个画家牵扯进来呢？那就要讲到我们的第4位王后，也就是本剧里可能是结局最好的一位王后了。